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四川广元。我本来是准备去西北去新疆的，但是由于最近那边天气比较冷，又一直在下雪，不太方便，所以我就来到了四川这边，延迟1个月之后去那个西北去新疆。我现在是在嘉陵江旁边呢。我们都知道，中国古代长江、黄河两岸呢诞生了很多文明，一般大江大河两岸都有，这个嘉陵江也不例外。在这个地方有一座山上面。有很多那种摩崖石像，我们一般听到摩崖石像，就是说4大石窟，而这里呢不遑多了，因为在这样一座小山上面，大小的石像有7000多尊，最高峰的时候有17000多尊，并且这里最神奇的就是说，有一尊那个石像啊，是按照武则天的模样来建造的。这个地方是叫做千佛崖，位于嘉陵江东岸。我们刚才也说了，在古时候大江大河两岸呢。都会有很多文化，也催生了很多文明。它这个千佛崖呢，是在金牛古道旁边。金牛道大家应该听过了。这个千佛崖历史悠久啊，雕刻技艺非常精湛。石窟始造于北魏晚期，兴盛于唐代，止于清代。也就是说，从1000多年的时间里面，这里呢一直有摩崖石像的增加或者修缮。现在呢是大概有7000余尊的佛像在这里，所以说是佛教石刻艺术保护。那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，这里就形成了一座长达388米、高45米、造像951龛的那个佛崖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还少了一部分呢，在最多的时候里面呢有17000多尊，那长度呢比这个还长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景区了。前方那个地方呢是一座山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千佛崖，摩崖造像都在上面。而在这个底下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石头，像那一条石板路一样。这个呢就是举世闻名的金牛道。金牛道呢又名石牛道、武丁道、剑阁道，是参越巴山沟通秦蜀之间的主要道路。一般我们说，从陕西关中到巴蜀地区，金牛道是极其重要的一条道路。当然了，从那边到四川，并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啊。2000多年前，秦蜀先民们开凿了自陕西关中起步，翻越秦岭，翻越巴山，到利州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广元，穿剑门，绵延2000多华里，直达天府之国首府成都的千秋古道，形成了连接中原与巴蜀而纵贯南北的陆路交通大动脉。史称古蜀道。我们常说的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是因为它要翻越无数座大山，跨越密集的河流。蜀道有名的就3条，第一就是米仓道，第二就是荔枝道水路直达重庆，第三就是最出名的金牛道。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金牛道遗址，穿越了天险，直达蜀中。天险就是剑门蜀道。金牛道这个名字来历非常特别，相传在战国时期，秦国想征服蜀国，因为这里是巴蜀之国，天府之地嘛，非常适合种植粮食，所以秦国呢想把它拿下，但是相隔万里，道路重重，于是呢秦王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说要送几头牛给蜀王，让蜀王修路。结果蜀王把路修好了，迎接的不是那个秦王给他的礼物，而是秦国的千军万马，于是蜀国就灭亡了。那么这条道路呢，就被称之是金牛道。金牛道从三国时期就从这个地方路过，也就是说，先有金牛道，后面有这个千佛崖。因为这座山是一直存在的嘛，道路是在三国时期有了。我们继续看，在这个地方看到很多那个崎岖不平的石头啊，不规则。这是因为1935年修建川陕公路的时候，这一块呢可能由于面积不够，或者是说要铺石路啊，就把这些石头弄掉了，进行放到路面。以前是跟这个山连接起来的，所以有点崎岖不平。然后在3个世纪后面重修川陕公路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它材料可能就是这种。当时呢没有柏油那些嘛，条件不是那么好，所以在这个千佛崖前面，3个世纪有这样一句话嘛：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浆。在这个旁边就是嘉陵江。嘉陵江是起源于那个秦岭，它的全长是1345公里，经陕西、
甘肃、四川，最后到达重庆，汇入到长江，所以它这个算是长江非常重要的一条支流。嘉陵江我们现在看起来是风平浪静，没有通航，其实在100年前呢，嘉陵江都还有那种船行驶，不过呢是那种纤夫拉着。这个大家如果看过一些影视剧就知道，特别是在不远处有一个明月峡，那里面呢，两岸呢还有那些当年纤夫拉过留下的一些痕迹。我们来看一下前面，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，可以看到远处呢全是大山、秦岭、巴山。那么从陕西进入四川，到了这里算是一马平川，所以这里呢算是一个交通要道，立交桥、国道、省道、高速、铁路都有。你看前方马上就能看到高铁过来了，所以这里如果在水上有一些游艇路过的话，天空有一些飞机，就变成一个立体交通了。因为这里啊，基本上是四川的最北方，你要去陕西、去关中，在古时候啊，到了这里呢，就开始困难程度急剧的上升。因为在我们现在往南走的话，路就好走了，旁边高铁源源不断的，现在就已经能够看到这些摩崖造像了。其实有一个这样的说法，大的叫洞，小一点的叫窟，再小一点是叫做龛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有大有小的。这里尽管说始早于北魏时期，但是呢，北魏的留下来的很少，主要就是这个地方的2尊，其他大部分是兴建于唐朝时期的。等一下呢，还能看到根据武则天模样来建造的。我们现在算是在以前的金牛道上面行驶，所以这个摩崖石像从建造开始，一直都被人所熟知，被人看得到。我们经常说4大石窟，很多时候啊，人们发现不了，因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隐蔽。而它这里呢，确实时时刻刻都能看得到。你比方说啊，张三他是在陕西和四川来往的一个商人，他可能年初看到这个摩崖石像有100尊，而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又往这里过的话，就有200尊。那很多人呢能够见证这些摩崖石像日渐增多的场景。不过就是很可惜啊，在上个世纪3、5年的时候，这个上面17000多尊摩崖造像，现在呢只剩下7000来尊。整个这个山上可以说称得上密密麻麻，就跟那个蜂巢一样的，有大有小。它里面的造像啊，基本大部分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是莲花洞，比较奇特，主要是里面的造像，它是始造于北魏晚期，在唐朝武则天的时期重新改凿了，就重新修建了。这中间这个听说是叫做弥勒佛，它呢是武则天的化身。我们现在就来崖壁上看看这些摩崖造像，确实很宏伟啊。我们经常在想，古代它是怎么建造的？因为这个也算是在一个绝壁上面开凿这些，又没法固定，难道是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修建挂壁公路一样，从上面锁掉下来吗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啊，不得不佩服古代的那个工匠啊。我们说现在看到这些是一个艺术宝库，那其实大家反过来想一想，当年那些建造的工匠是不是更厉害呢？这条火路线路既有高铁，还有货运的，我估计绿皮火车也有吧。这个是一个观音窟，左侧的观音呢是瓷莲的，体态婀娜，雕刻精美，被称为东方女神。它这边的石山基本上是黄砂岩，它里面的造像基本上是大同小异。像这个应该是一佛、2弟子、2菩萨吧。这边的高铁太多了，动车、复兴号都有。我在这里基本看到4、5分钟就有一趟车路过，所以这里称之为交通枢纽也不为过。继续往前走，应该就能看到，说是按照武则天模样来建造的。说到武则天的模样，大家可能会想起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。听说那尊大佛就是按照武则天的模样来建造的，因为当时建造的时候，武则天还捐献了那个胭脂钱，所以有这种说法。
那另外呢，离这个千佛崖不远处有一个黄泽寺，那个地方呢保留了一尊武则天的真身塑像，是武则天晚年时期，所以经常会说，你如果想知道武则天长什么模样，去广元的黄泽寺看一看就知道了。另外一点，武则天为了她的统治需要，她就把自己美化成弥勒佛的化身。我们已经到了这里了，大家看一下这个佛像，跟我们平时或者之前看到的是不是不一样？我第一印象感觉就像一个女子，同时呢，这个跟我们在黄泽寺看的很相像，大家看是不是如此？黄泽寺的那个塑像是这个样子的，它以前也是石头，只是后面相当于镀金了，所以说这个被称之为是武则天的模样，情有可原，并且中间这个也是弥勒佛。那么一般我们看到都是释迦牟尼居中，那基本上武则天被称为化身才会居中，我感觉是如此确实很相像。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武则天的模样，一个是去洛阳的龙门石窟，还有一点呢是来四川广元的黄泽寺和千佛崖可以看得出来。如果这个是武则天的模样，那应该也是武则天中老年时期的。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得不说的一个人物，很多人说到武则天就会拿李世民跟李治对比，确实武则天能够成功，他们两个人是必不可少的。很多人经常把唐高宗李治说成是软弱无能，因为武则天太出名了。其实恰恰相反呢，李治这个人呢，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史上完全是被低估的。一般说到皇帝唐太宗李世民，其实李治尽管说很有可能比不上唐太宗李世民，但是8、9成还是有的。武则天能够成功，能够当皇帝，可以说是李治一手把她扶持起来的。武则天当时李治把她接回皇宫，算是一直在慢慢培养她，培养她的野心，培养她的能力。最后由于是李治他身体不太好，才慢慢的把权力下放给了武则天。说的简单一点呢，李治在世的时候，他如果要处理武则天，就一句话的事情，很多时候演绎成武则天在李治末年已经独掌大权，李治拿他无可奈何。其实恰恰相反，只是说武则天是李治一手扶持起来的，算是他打造的。李治呢也对武则天确实很有情义，从而呢也就慢慢的放任。最后呢，李治去世的时候，给了武则天一道遗诏，就是同时也给所有的大臣听，军国大事有不决者，可以问武则天，由她做决定，相当于就把武则天拥有了废立皇帝的权利。所以后面武则天要废那些皇帝，才是顺理成章。说的简单一点，唐高宗李治并不是我们看到或者听到的那个样子。千佛崖我们就看完了，在一个小小的地方见证了很多历史。